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禁毒卫士。这款游戏小的时候的卡带上经常写着忍者神龟4或者忍者神龟7，实际上它的名字呢叫做禁毒卫士。这款游戏是根据动画片改编的，动画呢是根据电影改编的。游戏的难度还是有的，那想要玩好这款游戏，主要抓住3点。第一点呢，是你拖布的等级，拖布的等级在你屏幕的右下角，最大是4级，每被敌人攻击一下，就会降低1个等级。1级的话就是普通的拖布，2级的话可以向前发射一小段子弹，3级呢可以把拖布扔回去再回来，4级的话是一个自动跟踪的拖布，但这个拖布呢，它是有时限的，4级的。所以这款游戏也可以叫做蹲步侠，也可以叫做拖步英雄，都可以啊。反正它不是忍者神龟，跟忍者神龟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那第二点呢，是攻击的时候咱们按 B 是攻击，但实际上这个游戏呢按选择键是重攻击。它的音效呢和普通的攻击的音效不大一样，而且攻击力也更高。想要好好通关的话，就需要经常使用选择键的这个攻击。第3点呢，就是和敌人战斗的时候，你需要从 Y 轴来接近，这也是很多轻版动作游戏的不成文的定律了。那这3点你如果都抓好了，这款游戏你就玩得很溜了。3点如果抓住2点呢，也成。但如果你只能抓住1点的话，就需要有所取舍了。所以最好还是要抓3点。大家懂了吧？这款游戏的流程呢，一共是6关。现在车里边就是第1关的 BOSS 了。把这个我受伤了，这样蹲步变成了1级。打这个 BOSS 呢，需要掌握好这个节奏。它的弱点就是头部，但这个头部呢，不是所有情况你都能够击中的。在它发射往出吐呕吐物之前，你跳起来击中它，才算对它造成伤害。看啊，它吐中我了，这样我就是节奏没有掌握好。好了，过关。这个游戏的剧情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主人公叫做梅尔文，他本来呢也是正常的人类，但是后来掉进了一个装满剧毒物质的大桶里边，这样身体发生了变异。发生了变异之后呢，他也变得力大无穷，但是外貌就毁掉了。之后他就走上了对抗外星人的道路，因为外星人想利用剧毒物质来控制地球。这个剧情你听着吧，就非常老套。可能有个别的小伙伴看过这个动画。这个游戏呢也有 GB 的版本，有 FC 版，甚至有 MD 的版本。MD 的版本是世嘉自己做的。那 GB 版和 FC 版应该是万代发行的吧，还不是一个厂商。这3个版本它并不是简单的移植，每个游戏的差别还是挺大的。FC 版应该是大家当年最能常见的版本了。好，我吃到了3级的蹲步这个可以扔出去了。蹲步脱手之后，你就只能用拳头攻击了。那平时如果咱们挨打的次数比较多，因为你挨打1次呢，你的蹲步的等级下降1级。那1级之后再挨打1下，你就只能用拳头来打人了。但拳头的话，也需要用选择键的重攻击才能一下把敌人秒掉，尤其这些小兵。可能很多小伙伴觉得这款游戏当年很难，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发现选择键是重攻击。我通关1次大概需要25分钟以上吧。但这个游戏呢，人家速通的啊。好，我吃到了4级蹲步，速通的大概20分钟，它就开始自动跟踪了。好，时间到了，
所以说4级的墩布真的不实用啊，它时间太短了。虽然它有自动跟踪的效果，但是时间短，这谁能忍了啊？3级的我也不爱用，最爱用的是2级的。2级的它发射出去那个子弹呢，攻击力大概是重攻击的1半，但是近身的话还是重攻击的效果。这种敌人可以把他们桶里的剧毒物质扔出来啊。当你有了2级的拖布之后呢，你就多了一种攻击敌人的方式，就不用完全的从 Y 轴来接近敌人了，你可以从正面非常远进行一个延时攻击，这个对游戏的帮助是很大的。另外，可能很多小伙伴已经看出来，这个游戏想要无伤真的是太难了啊！敌人攻击非常突然，也比较频繁。就像这个小兵啊，他会开枪攻击，而且他到屏幕的角落呢还会跳一下，跳一下全程是有攻击判定的，不能碰。这里进上边的门，下一个场景才是进那个墙，我记错了，毕竟太多年没有玩这款游戏了。那给大家正式录制之前呢，自己也练习了2次，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记住了，就是能保证给大家通关吧。然后演示一些 BOSS 的打法。小的时候真的一度认为这真的是忍者神龟啊。进入游戏玩了一阵之后，发现不对劲，你不对劲。又是3级的 sub， 这3级有的小伙伴喜欢，有的就不喜欢。好了 ，BOSS 战，这个 BOSS 呢2种打法，一种呢是拼血流，第2种呢是利用3级或者2级的远程攻击，磨它磨血。那咱们就采取折中的方案先用远程来打它，后面和它拼一下。墩布的等级是继承的，但是呢，如果你在这关把墩布浪没了，那下一关会给你一个1级的。毕竟这个墩布就是它的标志啊，而且呢，每次打 BOSS 之前，他都会说现在是打扫的时间。所以墩布侠的称呼啊，实至名归。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和他拼命了可以，我感觉。毕竟我还是喜欢2级的，这个摩托还挺拉风的。好，打完了。每次打完之后，大家注意屏幕的左下角，那你的头像会发生变化，就代表呢把它干掉了。这里还给了一个接关的密码，有密码的话，可以在屏幕游戏开始的时候那个屏幕画面下进行接关。第3关了，这里都是剧毒的桶啊，有一个2级的墩布。第3关我觉得是整个游戏最难的。第4关和第5关的游戏方式比较特别，它基本上是一个强制卷轴吧。第4关。这2关呢，起码你是有一个1级的墩布可以用，不会空手。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墩布的升级道具，好，又回来了。时间到，时间真的是太短了。大家不要学它，瞬间从4级变成了2级啊！4级时间到，3级挨打了一下，变成2级墩布了。我很多小伙伴可能当年玩的时候一直都是空手啊，因为经常挨打。好，顺利，好，变成3级了又。
这个桶呢，你看出现了鸟，咱们把这个桶拆掉。你不拆这个桶的话，那个鸟就扎到桶里了，然后变异再过来打你。这个设定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但可惜这个游戏怎么说呢？这个画面的用色实在是让人不大舒服。它原本的动画片恐怕也是一个低龄的动画。你听这个剧情就比较幼稚一些。啊，又一个，这个墩布又飞出去了。我触发了3次了吧？这个效果，哎，挨打了啊！这里呢，挨打了一下，那墩布变成了3级，但是已经出去的跟踪呢，效果还有。这真是太常挨揍了，每关都要挨打好几次。分数不高啊，才1万多分。哦，这里是一个向上的卷轴。这款游戏出品的时间比较晚了，但游戏的素质呢，可以说是一个 FC 时代还算中规中矩的动作游戏吧。素质并不一定说很好，但是也过得去。刚刚这个鸟就是，如果之前我不拆那个桶，它就变异成这样。现在咱们是一个3级的，哦，一起上来2只，这2个一起来，但受不了啊！用远程来射它吧。好，我保持了1整关的3级墩布，到这儿呢变成了1级。好，这里呢先勾引他一下。这个 BOSS 和第1关几乎是一样的，颜色不一样。另外呢，他攻击的节奏比第1关要稍快一点。你如果想封堵他的攻击的话，跳起的节奏要比第1关快。这里节奏一定要把握好，把握不好的话，那你的墩布就没有，甚至有可能会过不去的。好，他又炸了。每次打完之后还会上新闻啊！密码8956。这个有没通关的小伙伴可以语音通关，也可以呢把我的密码拿回去用。第4关，第4关是一个强制的卷轴，你看背景的贴图还可以啊，就是搞出了一个类似于多层贴图的效果啊，又挨打。那这关呢是没有墩布升级的道具的，咱们就是一个1级的。好，这个敌人比较难对付一点，你就等他转弯的时候、转头的时候打他就可以。那拿着桶的敌人呢是可以站点打的，给大家演示，就这个点，他转过来之后呢，他会举起桶来砸你。但是呢，咱们站这个点呢，他转过来之后还不够发出攻击判定，就会被咱们打飞了。啊，这个头带是一个无敌的道具，这个道具出现的非常少，好像只有本关有，而且只有1个。就给人感觉游戏做的不是特别用心吧。一个设定呢没有反复的进行利用，就用了1次就完事儿了。还有路障，这是一个不算新敌人吧，他就是举着桶的那个家伙啊，结果会飞了啊。好，咱们继续站这儿。这关如果不站点的话是比较难的，所以大家应该知道点是很重要的，有机会要抓住。又挨打了，我现在6滴血，挨打2次了。第1下没打中他，终于撸下来了。
给不给个血吃啊？啊，给了个血，好，补满了。这关马上就要 BOSS 战了。你看，其实你也怪不得这些盗版商管它叫《忍者神龟4》，对吧？你玩《忍者神龟》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场景，就是忍者神龟踩着滑板。咱们趴在了集装箱上，上来打这个 BOSS。这个 BOSS 呢，咱们往下的话就掉下去了，1条命。其实这个 BOSS 用2级的墩布打是最好打的，那咱们现在只有1级，就只能这样打。没了墩布之后，用拳头打它反而比较简单。注意我的方法啊，打一拳后撤，打一拳后撤。你不后撤的话呢，它就跳起来做你。我之前看有的小伙伴说这个 BOSS 像孙悦啊，其实不是的。好，又过了一关，密码7011。第5关了，这游戏已经过了大半了，但是最后一关的流程是比较长的这关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不能让我一个人下。前半段的难度比较低后半段是比较难的，但是知道打法也不难。这里实际上是有安全位的，安全位基本上是在屏幕的右下角。如果你不占安全位的话，前面有2波会掉血。大家注意这个漩涡啊！如果你掉进了漩涡呢，你就回到了，就是这里你只要反复的重复的打。你要进对了漩涡，才能进到本关的下半章。但是呢，有的漩涡里还有汉堡吃。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怕掉血的原因。但是这下水道里的汉堡啊，而且是从漩涡里捞出来的。汉堡应该是回2滴血。回血道具应该只有这1种。道具是比较单调的。不过这个游戏的操作手感还成啊，这里出现了3个，是站右下角吧。好，我用的是普通攻击，普通攻击大家听这个音效就知道了，和重攻击是有区别的，听起来没那么有气势。好，清完。不是这个，是这个，这里边有汉堡。好，吃了。下一个漩涡就要进去了，进入本章的下半段。本章下半段非常特别，游戏方式也特别，就是这样的。这种鱼呢能够吸你的血，不要碰到它。咱们的攻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会向前发射一个小型的冲击波。这是海葵吗？这种海葵呢特别烦啊，它是比较难处理的敌人。咱们吸引它一下，发射2个子弹，回来 A 它一下。基本上只能这样打。不好，这里不好啊，节奏乱了这。桶里是有汉堡的，这个场景应该是一共有2个汉堡可以吃啊，毕竟难度在这摆着。但咱们如果不掉血呢，也就不用冒险去拆桶了。这是难躲了啊！这屏幕不往前走了，咱们等那个人好出屏幕，再找机会 A 他。好，完事儿。之后呢，就要打本关的 BOSS 了。这个 BOSS 呢是比较难的，因为他经常贴上来撞你。但是呢，只要他每次出来，你能攻击他3次，还是比较把握可以把他拆掉的。这关果然是对视力不大友好，而且对闪光过敏的小伙伴们，我建议就不要看这段了啊，可以跳过。
他要没血了。好，打完。最后一关了，这个第5关的前半段呢是绿油油的下水道那里，然后呢，最后 BOSS 这里有强烈的闪光。最后一关的难度不算高，我觉得没有第3关高，大概和第2关持平吧。好，一个升级道具。这是一个新的敌人，一共有2个机器。那2个在一起的时候是一种攻击方式，比较有规律。但如果只剩他自己了，他就开始有点乱窜了。是一个波形的移动轨迹。这个轨迹呢，轨迹倒是好抓，但是你要一方面躲他的子弹，再来抓他就比较困难了。所以清这个敌人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控一下他的血。把2个飞碟的血控的差不多，然后再基本上一起消灭，顶多留个1刀到2刀。哦，哇，这2个人这么长，这一起来，这谁顶得住啊？好，3级了。咱们战斗力现在还可以，吓得我赶紧回来了。然后炸了一个，就清这个了。哇，这个真抗打呀！绷着桶的这个敌人真的很烦，他既会近身又会远程。哦，这个不在一个直线上。又来了2根，顶不住啊！太长了。汉堡没有掉血啊。这种回旋蹲步呢，还是多段攻击，但我还是习惯用2段的，用2级的蹲步。哦，又是他们2个。哦，这下我不应该这么打。有一个连续中了2下。4只一起来，清完了。这个怪扑出来这一下也是有攻击判定的。啊，挨打了。所以这个游戏是要背一点板的。这个场景呢，需要用你的蹲步来护一下头。最右侧呢会摆着2个血给你吃，用拳头就护不住了，需要躲了。好，来到了这是本关一个比较难的场景，这里会有一个小 boss， 还有跳跃的要素，而且前面会有初见杀的坑，到了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还成，这个桶现在只是吓唬你，前面那就不是了。好，这里有个小 boss。好，他从左边接近你的时候，你就 A 他；从下方或者斜着方向接近你，就需要躲一下了。不太抗打，大概7、8下吧就能打完。好，打完了。
那前面会有跳坑的环节，应该一共是3个坑，这个坑都比较远。第2个和第3个坑跳之前呢，你一定要把对面的桶啊给勾出来，不然很容易撞上。每个坑是2个桶，勾引2个桶就可以。啊，得，这是撒的准不如接的准啊。好，这是本关的第1个 BOSS。这个 BOSS 大家注意我的打法。既然咱们有拖布，就用墩布来打它啊。那上方这个东西呢，它是重点。它往下扔尖刺的时候要注意往后退，但是呢，你要给自己左边留一个空间，否则容易被火车头推到角落。好，这样就打完了。这是最终 BOSS 了。最终 BOSS 用拳头打，先把咱们的墩布废掉，然后用拳头可以在这儿粘死。这个思路来自于 UP 主二老。二老的很多 FC 游戏玩的也非常的棒。好了，这样通关了。那挫败了外星人的阴谋。这样这个外星人呢就逃跑了。临走还扔下一句：“我还会回来的。”听着比较耳熟啊。那好吧，这样一款 FC 平台的禁毒卫士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